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千少。前几年，伊朗在他们国家的上空呢，搞下来一架美国的 RQ-170哨兵隐身无人侦察机。那么这款无人机是从哪儿起飞的呢？是从阿富汗坎大哈机场起飞的。那么现在呢，阿富汗地区呢已经没有美国士兵了，他也不可能利用阿富汗的机场对周边地区的国家实施侦察或者是执行查打一体的攻击任务了。那么现在要想用这样的具有隐身能力的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它必须换地方。自从 RQ-170这款无人机被伊朗整下来之后呢，该型号80%是作废了，因为对伊朗而言，或者是对俄罗斯而言，这款无人机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尽管它具有很强的隐身能力，但是就它的留空时间、飞行高度而言，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否则也不能那么轻易的就被伊朗的防空力量整下来。2021年9月初，一架 RQ-170的后继机，代号为 RQ-180的远程高空战略无人侦察机突然现身菲律宾海域上空。那么这款无人机和 RQ-170相比，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会有什么区别呢？它和美军目前使用的 RQ-4高空远程无人侦察机又有什么不同呢？从体量上讲， RQ-4全球鹰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无人驾驶侦察机，它的起飞重量可以达到12吨。而有消息透露， RQ-180的个头要比它大得多，它的起飞重量有几十吨，留空时间56小时，它在战区上空的巡逻侦察时间可以高达40小时。那么这样的一个无人机要想飞得高、飞得远，它必须采用大展旋比的机翼。那么 RQ-180是不是这么样一个平台呢？从目前透露出的照片看，的确如此。它的翼展要比一架客机的翼展还要大。这种采用双发飞翼式气动布局的无人机，它不仅飞得高、飞得远，而且隐身能力还非常强。从它的总体布局情况看，和美国的 B-2隐身战略轰炸机差不太多，只是翼展更长一点。当然，这样的大翼展的隐身无人机，它要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它的强度。从飞行照片看呢， RQ-180的机翼还是相对比较柔软的，飞在空中，两个翼尖向上翘曲的程度是相当严重的。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来呢，美国的这款隐身的高空远程无人机，它采用了大量的先进的复合材料，因此呢，才能够减轻它的重量，改善它的强度，同时呢，增大它的留空时间。它的最大飞行高度2万多米。从这些性能来看呢，它要比美军现役的 RQ-4无人机要强得多，不是强一点半点儿。从去年开始，美国空军就拉了一个计划，要退役一些飞机，这里面呢就包括了 A10攻击机、老旧的 F-15、F-16战斗机以及 RQ-4高空远程无人驾驶侦察机。他现在把这些平台开始逐渐出售，比如说卖给日本，日本买了一套，单价是多少呢？大概是3亿多美元一架。那么为什么他现在要急着把这些性能不错的 RQ-4淘汰、退役，甚至高价转售给其他国家呢？是因为他现在有了更先进的 RQ-180。因为 RQ-4虽然飞得高、飞得远，但是不隐身，生存能力很差。2019年，一架 RQ-4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侵入伊朗领空，最终呢被伊朗的防空导弹击落。那么显然，它光靠飞得高是解决不了自身的安全问题的，因为19000米的升限并不能让它逃脱地空导弹的打击。那么现在的 RQ-180它的升限是多少？据说能够达到22000米，留空时间它跟全球鹰差不多，但是由于它飞得更高，而且隐身能力更好， RQ-4是基本上不具备隐身能力的，特别是在雷达隐身方面存在着很多的缺陷，而 RQ-180在隐身能力方面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再加上它的升限增加了，因此理论上讲，它的生存能力可以大幅度提高。那么这次一架 RQ-180出现在菲律宾海域，那么它来自哪里？由于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航程比较大，估计呢它有可能是从这么几个基地起飞的。一个美国的关岛基地，关岛基地离菲律宾不算远，对长航时的隐身无人机而言不是障碍。再有一个呢，有可能是从澳大利亚起飞的。
起码这样的一个绝密的隐身侦察机，它目前不大可能会配属在日本地区，比如说冲绳基地或者是日本本岛的一些基地上，它只能从一些秘密的距中国比较远的一些基地作为它临时配属的基地。那么它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菲律宾，就有没有可能飞到中国的南海、东海，甚至靠近我们的海岸线飞行呢？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因此，对于美国的这款新型的高空远程隐身无人侦察机，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那么怎么来对付它？可以说，就它的飞行高度而言，依然躲避不开我们的高空远程防空导弹的打击。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如何能够尽早的发现这样的平台？只要它一侵入我们的领空，我们立刻采取拦截的手段。那么这要依托我们部署在相关地区的反隐身雷达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平台，虽然它的隐身效果不错，但是面对米波雷达或者是一些探测距离比较远的有源相控雷达、双基地雷达以及超视距雷达而言呢，它的行踪依然是能够掌握的。只要它敢飞入我们大陆上空进行窥探和间谍活动，那么依然会像阿 Q4那样有来无回。当然，面对这样的一个形势呢，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加强作战准备，加强相关的训练，才能够及时的发现空中的这种隐身目标，并且采取相应的反制对策，才能保证我们国家领空领海的安全。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